这就是传说中的缅北电诈大楼。这里就是令人闻风丧胆的缅北，背着枪的士兵来回巡逻。今天我来到了一座被缅北三面包围的云南城市，可以在边界地带近距离观察这个与电诈、战乱、犯罪、翡翠玉石等标签绑定的混乱之地。要看这座网上流传的缅北电诈大楼，可以定位到总佛寺。它坐落在瑞丽江北岸的山坡上，和缅北隔江相望。此段瑞丽江最窄处只有200米，可以说是近在咫尺。从瑞丽市区坐车到总佛寺有几公里的距离。瑞丽虽然不是热带，但是植被和自然景观带有明显的热带特色，经常让我产生一种置身中南半岛的错觉。瑞丽总佛寺始建于公元7世纪中叶，由2位从缅甸前来弘法的南传佛教僧人创建，是瑞丽市境内最高等级的佛寺。沿着总佛寺旁边的路继续往山上走，便能在右手侧看到这座淡蓝色的建筑物。大楼的中间用中文写着它的名字：榕江国际酒店。网上流传的说法是，这里之前曾经就是电诈园区，但现在好像已经不再做电诈了。大楼附近都看不到什么人，我把手机长焦开到最大，只发现了大门口的几个保安。缅北是一个赤裸裸的以暴力为底色和内核的凶猛世界。送我过来的司机告诉我，在缅北这样的混乱之地，对于真正的穷人来说，其实也谈不上有多危险。真正危险的是那些要参与较大利益博弈的人，不论是明道暗道、合法非法，许多竞争的烈度都无法被法律和道德所约束，那么终局就是一方被肉体毁灭。现在与我一江之隔的应该是缅甸的木姐县。很多网友以为木姐是缅甸的一个黑社会女头目，实际上木姐在傣语的意思是繁华热闹的城镇，只是我们根据它的傣语发音，用发音相似的汉字木姐这2个字来标注它。木姐是缅甸最大的边贸口岸，缅甸边境贸易中70%到80%在木姐进行。在整个缅甸来看，木姐都算是比较富裕的地区。木姐县总人口接近50万，如果放在中国，也算是一个人口大县。站在这个巨高点，从左往右拍摄，左边有许多高楼的，便是我们的云南瑞丽。渐渐往右移动，开始看不到高楼，全部是密密麻麻的低层建筑，这便是缅北的木姐。高处金灿灿的佛塔，还有塑了金身的巨大佛像，展示着这片土地上的信仰。可惜神佛是永远无法战胜人性的，失去了文明秩序，神佛也无能为力。沿着这条路继续往前走，便可以到达傣王宫。瑞丽傣王宫目前其实处于烂尾状态。据相关网络报道，傣王宫的投资人涉案潜逃去柬埔寨后，工程戛然而止。也有说法称是疫情期间耽误了修建，加上资金不到位，导致工程停工。从现场情况看，傣王宫部分建筑虽已初具规模，如大殿外廊金色石柱支撑、金塔等外观金碧辉煌，但屋内空荡荡，精美壁画仅勾勒线稿，很多建筑处于未完工状态。傣王宫背后的投资人是景颇族企业家董雷成，景城集团创始人及总裁，曾被称为景颇族第1代商人。董雷成1969年出生，因家庭经济困难早年辍学创业。2019年以51亿元财富位列胡润百富榜第816名，其商业版图涵盖航空、旅游、地产等领域，并因创办瑞丽航空广受关注。2014年10月，董雷成曾因涉嫌行贿被立案侦查。2023年，景城集团申请破产清算，但其个人仍活跃于多地企业投资。在傣王宫旁边有一家冷饮店，经营各种雪糕、冰淇淋，还有老挝冰咖啡，还有起源于泰国和缅甸的泡鲁达。老板看起来也很像傣族。可能是最近苏超太火了，小店的上方还挂了一个小广告牌，祝苏超联赛越办越红火。常州队成绩糟糕，从常州被打成调州，再从调州被打成金州，接着从金州打成益州，最后恐怕连仅存的一都被打掉，变成灵州了。有个正在喝咖啡的大哥看我盯着苏超的广告牌看，便问我是不是也是来自江苏。我说我来自正宗的荆州，然后我俩开怀大笑。看来老板娘这个用苏超引流的路子确实有效果。在中缅边境的很多地方，瑞丽江都是界河，可以看到我方这边在河边都树立了高高的铁丝网栅栏，还有密集的摄像头等电子监控设备，但对面则是完全不设防。准备离开时，我再逛了一圈总佛寺，
江边这座巨型铁佛像很有设计感，高踞山巅，下面又叠加了一座小金身佛像。夕阳西下时，佛像掌心仿佛托举落日。这真是一处唯美又有禅意的打卡地。瑞丽市所在的德宏州傣族人口为36万人，占总人口的27%。傣族与泰族同属傣泰民族，源于古代中国西南地区的百越族群。全球傣泰民族总人口约6600万左右，算是非常大的民族。接着我来到了瑞丽的解告口岸，雄壮的大国门前，一只狗狗坐在道路标线上，这个情景引得许多游客找角度拍照。瑞丽解告口岸的国门呈现出很浓厚的傣族建筑风格，旁边有个老哥大声拉客，一楼看两国，比一寨两国还好看，15块钱一个人。我心想这是什么野景点，怎么从来没听说过，于是决定去看看。老哥派出手底下的一位女助手，带我去一楼看两国。没走多远，女助手带我走进一间尚未完工的大楼，地面上有一层放鞭炮后剩下来的红纸屑。在楼梯口，女助手把我交接给小柜台后的收银员，我微信付款15元，收银员告诉我直接上到楼顶，不限时间，上面还有免费喝茶的地方。我的内心一阵感动，果然小作坊下料就是猛，服务做得还怪好的。接着我就开始上楼，紫色的墙壁，紫色的扶手，再加上这楼梯上刷的极富光泽的猪肝红，浓艳的配色，配上尚未散尽的油漆味，平时锻炼很少的我，到楼顶早已气喘吁吁。到了楼顶一看，人家还是讲诚信的，货还是能对上版的，果然是有免费喝茶的地方，虽然条件略显简陋。走到观景台，发现人家的广告确实也对得上疗效。这栋大楼的楼顶的的确确是一眼看两国的好地方，前面可以把缅北的木姐县一览无余，侧面还可以看到我方雄壮的国门和广场。首先我们来一个大全景的对比，这边是我方一侧高大宏伟的国门，以及国门前的宽阔广场，两侧都是人气旺盛的商业大楼，前来参观旅游的游客络绎不绝，一派现代繁华的景象。镜头往左移动，能看到比我们明显矮了一头的缅甸国门，两者建筑风格很接近，都是红顶金檐，有很鲜明的东南亚风格。缅甸国门之外便是木姐县的市容，公路狭窄，房屋错落，规划水平明显弱于我们。缅甸国门外的这条商业街上有许多都是中文招牌，其中还有一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品牌，甚至还有中国移动，但我判定应该是山寨版。这家老成都面馆不知道是在装修开业中还是在倒闭撤场中，本来不该说，这白底黑字的招牌让人有点瘆得慌。我拿出手机，用长焦镜头观察对面的木姐市，首先就观察到了背着枪的缅甸士兵，没戴军帽，挎着一支长枪，也不知道是什么型号，军容姿态都很随意。在这种法律松散的地方，许多规矩和潜规则都是我们所无法理解的。1988年，缅甸政府宣布木姐边境城市全方位对外开放，使其成为缅甸最早开展边境贸易的地区之一。2004年，缅甸在木姐市设立了木姐特殊经济贸易区，由联邦商务部边贸司直接管理，进一步推动了木姐的经济发展。木姐紧邻中国云南省德宏州瑞丽市，是中国消费品和建材涌入缅甸的中转站，也是缅甸出口中国农产品、水果、鱼类、海鲜等商品的重要通道。6年前，木姐的局势相对比较稳定，我曾经参加过一次木姐一日游，游览了木姐的好几个景点，还在木姐吃了一顿午饭。不过如今随着缅北战乱升级，这种木姐一日游早就停止了。这个15元的一眼望两国说的是不限时间，但实际上大部分人都待不满10分钟。这其实就像许多店里说无限续面，但实际上2碗你都吃不完。还有点像你向女孩表白时，女孩说可以做你永远的好朋友，不太核心的需求可以无限满足，但根本不让你触及核心需求。瑞丽大国门这里还是天涯地角，是320国道的支点。旁边不远处还有一个小国门，好像两边的车辆都是从这边通关，所以显得比大哥们更加繁忙。许多缅甸货车满载着中国货物，在等着通关。还有许多缅甸人骑着3轮车，甚至是电动车，把货物装到了极致，专门靠帮别人拉货赚钱。国门附近形成了一个大的边贸市场，主要是面向缅甸批发货物，也有一个小小的市场是卖缅甸货，
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的货物。我粗略地转了一圈，发现大多数东南亚的货物看上去都比较简陋，毕竟这个地区工业水平相对较低，这些产品对于我来讲并没有多大的吸引力。边境的这堵高墙隔开两个国家，也隔开了两种不同的生活境遇，但相同的是，两边的人们都在劳碌奔波。生活是一种不能停歇的活动，有时候转念一想，觉得生活像转圈圈，实质并没有什么意义。再又一转念，觉得生活也有点意义，但不多。岁月美丽，遇上一朵喝醉的云，它路过叫你的咖啡厅，有过清澈的酩酊。季节啊，坠落山顶，回忆啊，留在呼吸。云游离天地，自顾自的绚丽，幻化成露珠和半岛的乌云。我游离天地，自顾自的寻觅，只留下呼啸和灿烂的秘密。歌曲唱着你我，他和他，在狂欢时清醒到哭泣，梦里找到了回答，不去啊，不能抵达。你啊，现在好吗？云游离天地，自顾自的寻觅，成露珠和半岛的乌云。我游离天地，自顾自的寻觅，只留下呼啸和灿烂的秘密。云游离天地，自顾自的寻觅，幻化成露珠和半岛的乌云。我游离天地，自顾自的寻觅，只留下呼啸和灿烂的秘密。